大家记得广志之前上节目的时候，在节目里面羞于说自己的歌单，记得吗？所以我很好奇，今天这些歌手里有谁在他的歌单里？有吗？有请歌单很神秘的广志。大家好，我是广志啊。本来今天其实还挺紧张的，但是看到观众呢，连张老师都夸帅，你看，应该是遇到最包容的观众了。现在很放松啊。可以了，你们的帅一点含金量都没有，谁都夸。这一期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是叫什么音乐专场。但其实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之前录过一次说唱专场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说我们暗讽说唱不算音乐？这里我澄清一下啊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是说唱不算音乐，但也不是说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音乐的意思啊。梁元搜了一下简介，身份很多，前音乐娱乐集团总监。乐评人、书法研究者、音乐 UP 主，就这几个身份你细听，除了第一个总监我当不上，其他的几个一下午就能注册完。有时间就能当上，很明显梁元有大把的时间，这也从侧面证明他那个总监不是什么正经总监，哪有这么闲的总监？都不如我们小区门口的托尼总监忙。开玩笑，他那个乐评人的身份是真的啊。这句最好笑。对音乐的点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啊，至少很有范儿啊。音乐节目里面，白小白唱完之后，梁元直接问白小白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白小白直接回怼，我都不想听。你这么说就整的提问的人很尬，你知道？就有多尴尬呢？你能想象吗？相当于是梁元起了个大范儿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白小白对着梁元哐哐哐打了一梭子，你赌对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不对，这可还行。今天看到他俩同时出现呢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终于可以当面吐槽短视频热歌音乐性差土。坏消息是，这些歌我都特别喜欢。尤其是白小白，我可太喜欢了。都说他的歌词空洞，瞎说，我怎么就看感动了呢？不是，你们听听这歌词，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这哪是歌词呀？这不是诗吗？这哪是白小白？这不小李白吗？李白，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，从不问归期。你看，我就说在座的不全算音乐吧。者来女啊，我上次听到姓者的是者行孙，名字跟妆造都充满异域风情，但其实他是汉族，本名曹雨涵。曹雨涵2010年参加过第14届 CCTV 青年歌手大赛，演唱了一首《红颜一怒》，斩获85.690分，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拿了第90名。这一怒气儿到现在都没消。为了摆脱这份屈辱呢，曹雨涵红颜一怒之下把名给改了。歌唱的一般啊，但是网友对者来女的审美还是非常认可的。有人看过她的歌单，评价说者来女还是非常有审美的，很有艺术的野心，只不过野心远超她的实际能力。我是头一回听说凭借野心在节目里立足的。华语乐坛有歌唱家、作曲家，者来女华语乐坛最伟大的野心家。
自己听好歌，给我们听的是啥呀？野心勃勃的，良心坏坏的。西林那一高，我说还能这么起名字？西林那一高，怎么把身体特征写名字上了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应该叫何广智帅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西林那一高呢，是一个偶像团体里的实力唱将，就怎么说，就这个称呼，它就相当于是脱口秀演员里的帅哥。就是偶像团体的实力我不太懂，但是脱口秀演员里的帅哥怎么说呢？就一普通人。腾格尔老师啊，地位非常高，但是属于年轻一辈，你不看履历不知道有多厉害的。我就好奇，就是为什么只有一首歌却能在华语乐坛有一席之地？后来我分析，是因为他的形象太鲜明了，他就是草原的代名词。你想一下，提到草原，你能想到啥？蒙古包、烤全羊，下边就是腾格尔了，就这么无可替代。腾格尔老师那个早些年特别爱喝酒，开过不少店，他先后开过4家腾家酒楼，都亏钱了，但他并不在意。他说开酒楼不为了盈利，主要是为了跟朋友们能有一个固定喝酒的地方。很明显，腾老师在草原里待太久了，都不知道租个房。而且腾老师呢特别爱送朋友东西，今天来呢给我们都带了礼物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礼尚往来。腾老师，等会儿我也会送您东西。腾老师，等会儿您结束的时候，我送您上车。孙楠老师啊，汪涵的贵人。这次说请孙楠的时候，我说你们请汪涵了吗？就请孙楠。张老师听说孙楠要来，都不敢来主持了，属于知难而退。现在属于迎难而上。张老师主要是担心说，哎呀，孙楠老师要是不爱开玩笑怎么办？不是张老师，他都直播退赛了，他像不爱开玩笑的人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对孙楠老师非常狭隘的第一印象啊。后来我是通过了解才知道，就是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，大为震惊。就是孙楠老师从小的梦想并不是当歌手，他的梦想是当工人。他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，真假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当时没考上大学也是这么说的。孙楠老师就是会说话呢，直播退赛的时候说的是我要把机会留给弟弟妹妹们，你听听。我只知道他唱的好听，没想到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脱口秀的比赛我比到第5年才拿到冠军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我前4年不够优秀呢，今天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前4年我一直在给弟弟妹妹们机会。浩哥啊，我的好兄弟，终于有机会一块儿上主咖了啊，特别开心。其实当时浩哥最落魄的时候，在我家借住过3个月。其实他当时刚没房子住，就发了个朋友圈，我没点赞，我怕他找上我。但他最后还是拎着大包小包堵到我家门口，我知道躲不过去了。这时候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假装不知道这回事。我在那演，我说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房子住不提前告诉我？为什么专场卖不动票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没有钱不跟我借？为什么是你？浩哥，我等会儿希望你能告诉我为什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广智。谢谢广智的表演，最后一段不好。对，那么说人浩哥，毕竟人家是你浩哥，浩哥不要往心里去，说的不是你啊，我知道，就不一定是你啊。马上要上场的
我尊敬的腾格尔老师。腾格尔老师前2年开过一个演唱会，演唱会的名字叫《腾格尔和他的朋友们》。所以当节目组去邀请腾格尔老师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在心里面换算了一下，说他是不是就相当于主咖？就问我们，那导演组肯定说是。老师，您既然已经坐在这儿了，我就告诉您，不是。有请不是主咖，仅仅是朋友的腾格尔。大家好，我是腾格尔。我要开始了，赛诺。开个玩笑，其实来这儿我很紧张，我不擅长脱口秀，我嘴笨，我会唱歌，但讲普通话我会跑调。我是内蒙古人，我的名字就是蒙古语，腾格尔是蓝天的意思，对，就是你们听到的蓝蓝的天空。你们以为天堂是写给老家的，其实是写给老几的。爱你老几。这2年，大家知道我不只有天堂，我还翻唱了好多歌，大家都听过吧？听过。钢铁的翅膀，哒哒哒哒；草原日不落，哒哒哒哒；雪老虎叫，父爱循环。我的二创，把很多人创飞了。其实是张韶涵先动的手，是他先翻唱了我的《天堂》。网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若毁我整个天堂，我必折你隐形翅膀。你们小心点啊！今天谁吐槽我，我就把他的代表作给翻唱了。太可怕了。吓你们的，你们哪有代表作啊？不想人家孙楠，南哥，人家代表作可多了。最出名的代表作，就是歌手总决赛表演的那首《逃跑计划》。我觉得孙楠的歌串起来，就是那天节目组的心情。本来跟他说好了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后来对他大喊：“你快回来！”最后急的汪涵说：“我拿什么拯救？”南哥的歌真好，你还退赛？你不唱，有的是人唱啊。我的歌就很难唱。有人说天堂只有我能唱，我本来也不相信，直到我听到了胡海全唱。确实翻唱的。
哎呀，那个唱的呀，差点给我送天堂去了。他自己 Q 了，他自己 Q 了。说实在的，听完有点生气，我也想对他的歌下手。结果发现，最近他也不怎么唱歌了，听说在做生意。生意我也做过，搞过餐饮，做内蒙古菜，黄了。我这个生意头脑不行，当时不知道牛羊肉能做预制菜。我不开窍，我跟不上时代。现在不仅菜能预制了，歌都能预制了。白小白，年纪轻轻500首歌，头一次听这么骂。年轻人太拼了，写那么多干什么呀？歌只要够好，一辈子一首就行了。蓝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。白小白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毕竟他说我是他的偶像，而且已经有人说过他了。梁元追着他说了5年。白小白，梁元真是你的孽缘。为啥？我看过梁元的片段，到处点评别人，不管别人唱的怎么样，他都能叽里咕噜说一堆。不得不说，梁元的应变能力是真强，在我心里仅次于汪涵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挺支持梁元这些乐评人，他们顶在前面装老登，招人烦，就没人烦我们这些真老登了。总得有人说真话吧，总得有人为乐坛发声吧，总得有人批评这些年轻的偶像吧。反正我对梁元没什么意见，他也批评不到我。我是个老头，可不是什么小鬼。这来女，我是第一次见。他们跟我介绍说，他唱过黑神话。为什么要黑神话？明明是美丽的神话。解开我，啦啦啦啦。南哥的歌真好听。怎么又到我这儿了？你黑他干什么呀？黑神话这么来的？其实，哲来女跟我挺有缘分的，她跟我都上过歌手，她跟我都唱过《孤勇者》。她评价自己的音乐是清水炖羊肉，不用加任何调料。你的音乐我不评论，但是你跟我这个内蒙古汉子提起羊肉，那我可忍不了了。清水炖羊肉，你不得蘸料吗？啊？你不蘸吗？蘸吗？
战呀！以最卑微的梦战吗？战啊！太魔性了，太抽象了。你要问战什么？那当然的是海天金标好友，肉力烹饪好搭档，鲜浓入味儿，烤肉香，腌肉嫩。我拿什么蘸肉？海天金标好友。我说我的商务付给谁了？南哥的歌真好，真好用啊！西林哪里高？西里哪里高？西里那里高，跟我一样是少数民族。维语意思是甜蜜的月亮。甜蜜的月亮，这不就是月饼吗？月饼糕，听说他是伯克利毕业的，挺好。反正我心中最好的学校是天津音乐学院，因为培养出了腾格尔。都说我翻唱什么都编成了我的歌，但我觉得翻唱就得有自己的东西，有改编，有创新，才是好的翻唱，不然就是模仿秀啊。年轻人爱听我的翻唱，那正常。我理解年轻人，因为我也年轻过。腾叔，我当年也是酷酷的腾。这都能连上。年轻人愿意听音乐就挺好，音乐听谁的，应该让听众自己选择。我就不指手画脚，我还是手舞足蹈吧。我看最近很多年轻人都在跳我们蒙古族的抖肩舞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？就是那个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腾格尔。腾格尔老师，您以后常来，我觉得您能把脱口秀啊打出一条新的赛道，就是不说光唱，真的演得太好了，是吧？再次掌声送给腾格尔。